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拿着开片片。说起悬疑片，大家一定能联想到一个词：低成本。就比如这个男人来到地球，彗星来的那一夜，无一不是低成本高质量的典范。最近国内也有一部低成本网剧，有多低呢？5个人拿着每集800块的费用拍出来的。说实话，现在影视专业的大学生拍个作业花的都不止这个数吧？那这部网剧到底是怎么个粗制滥造？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只有6集的国产悬疑迷你剧《怪事屋》。咱们先说第1集《黑洞》。影片一开始，一对小情侣从车里走下来，进入树林。女主小白一脸强势走在前面，好像在找着什么。男主小黑衣服怂样，背着大包跟在后面。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奇怪的洞，这个洞可不一般，具体怎么个不一般法啊？咱们接着往下看。小白让小黑将他的破手表摘下来扔进去，小黑极不情愿，但也没办法，只能照做。没想到却从洞中飞出来一块20多万的江诗丹顿。小白研究手表时，小黑又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进去，洞里马上飞出了一块硕大的玉佩。看来这个洞能让一般的物品变成价值连城的宝物。兴奋的两人正研究接下来继续往里面扔什么，小黑又来了主意，他从兜里拿出一堆零钱扔了进去，果不其然，哇，全是钱，哇，都是我的钱。正在两人忙着捡钱的时候，小白却说他想到了一个问题，然后画面突然一变，又回到了一开始的时候。一辆车停下，走下来小白和小黑，但此时的2人性格完全变了。现在的小黑特别强势，而小白却变得唯唯诺诺。难道是平行宇宙？这个世界中2人也找到了那个洞。小黑看着洞里，不顾阻拦，把自己的江诗丹顿手表扔了进去，可飞出来的却是一块破表。小黑特别生气，把小白妈妈传下来的玉佩抢下来也扔了进去，却被飞出来的石头砸中了脑袋。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这个洞应该是连接了这2个世界。果然，气急败坏的小黑从包里拿出一摞100元大钞，警告小白，如果不能变出金子，他就把小白扔到洞里去。结局可想而知，飞出来的当然是一把零钱。视角回到第1个世界，忙着捡钱的小黑被打断，因为欲望膨胀的小白正盘算着，如果自己跳进洞里，是不是出来后就会变得像维密天使一样，拥有漂亮的脸蛋和火辣的身材？小黑见状连忙阻止，生怕小白出什么意外。小白一想也对啊，这么危险的举动得找个人先试验一下才行。于是他就用分手威胁小黑，把小黑推了进去。而另一个世界里，气急败坏的小黑也要把小白扔进去，可是脚底一滑，自己栽了进去。难道说结局就是2个小黑进行了互换，俩老实人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俩带恶人互相折磨吗？原来这个洞不仅是连接了2个世界，更是将无数个平行世界全部连通起来。第1个世界中，小黑扔进去的手表还有可能随机的飞到了任何一个世界，而第1个世界中飞出来的江诗丹顿也不一定是第2个世界中小黑扔进去的，还有可能是其他世界中的小黑扔进去的。片中展示的2个世界看似是对称的物品互换，其实只是一个小概率发生的世界。而无数个世界中的小黑和小白都会来到这个洞前，因为贪婪与好奇永远都是人性中最难控制的。而每个世界中的小黑最终都会掉进洞中，仿佛也暗示一种可怕的宿命论，那就是无论你的人生轨迹是怎样的，无论你努力还是消极，结局永远早就被上天写好，不容改变。以上就是怪事屋的第1集，也是个人最喜欢的1集。接下来再说说第2集麻将。影片一开始又是我们熟悉的小黑在开着车，突然接到一个叫酋长的人打来电话，欠了巨额公众款的酋长叫小黑去他家里打麻将，还说他这回找了俩土豪，想和小黑做局，一起坑这2个人。小黑跟媳妇请了个假就去了，但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准备好了吗？他马上到了。哎，不是要和小黑去坑别人吗？怎么看起来小黑才是要被坑的人呢？小黑如约而至，此时我们也看到了所谓的土豪，一男一女，脸上阴晴不定，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经过介绍，我们知道女的叫痛苦女王，男的叫屠夫，这不都是 DOTA 里的人物吗？怎么现在出来打个麻将还得用外号？麻将正式开打，刚开始的几把还是其乐融融，完全看不出到底是谁想坑谁。但正当偏偏看了一头雾水的时候，好戏来了！来，最后1把了啊，看谁赢个大的。酋长先打出一张5条，女王打出2万，小黑打出9饼，屠夫打出5万。女王看了屠夫一眼，好像有点不爽的样子。然后酋长又打出一张1饼，女王打量了一下小黑，打出了6万。小黑打出7饼，屠夫一脸郁闷的打出了2条。很多不会打麻将的同学看到这儿会很懵，完全不知道这几个人在干嘛。会打的同学也很奇怪，大家先别急，一会儿边边会给大家顺一遍。接下来几人的出来依次是酋长红中，女王4万，小黑3条，屠夫7万。酋长妖姬，女王9万，小黑9条，屠夫6条。然后小黑胡牌了，美美的起身去上厕所，可洗手时发现浴室里面有大量的血迹，头也瞬间开始疼了起来。紧接着门外传来了异样的声音：不许抢啊！放心，你这事儿我不动。看
看到这里，大家发现原本屠夫身后白板上的红布不见了，露出来的是一份成交价格表。麻将牌中的乙丙代表着人头，5条代表着躯干四肢，红中代表着心脏，妖姬代表了啥就不用我说了吧。其实最后一把根本就是一场拍卖会，拍卖的是小黑身体的各个部位。酋长打的牌就是身体部位，女王和屠夫开始叫价，他们打出的牌其实就是他们叫出的价格。酋长提出小黑的躯干四肢，女王不是很感兴趣，所以出价2万块，而屠夫直接要了5万块。酋长又提出小黑的人头，女王看了一下猎物，给了6万，而屠夫可能是觉得价格太高，随便打一张牌代表放弃，以此类推。但很多同学觉得奇怪，酋长3人费尽心思安排了一场麻将局，就是为了捣乱奇观吗？但是2人拿着大剪刀和钢锯，应该是喜欢杀人分尸取乐的变态。结合之前的信息，偏偏重新顺了一遍整个故事。小黑和酋长是多年的好友，酋长搞工程欠了很多钱，而他又认识了2个有钱的变态，为了还上欠下的巨款，酋长骗自己的朋友们来家里打麻将，而小黑只是其中一个。2个变态不满足于单纯的杀戮与肢解，而是弄出了个新鲜刺激的麻将拍卖会，靠着竞争和运气来玩弄目标。每次骗一个朋友来，酋长就能挣上几十万，而很明显，已经很多人已经被害，甚至现场可能还安着针孔摄像头，在暗网向其他有钱的变态们直播这场杀戮。就按我的分析，是不是有点细思极恐啊？怪事屋其他的几集也都是单性的独立故事，有夫妻俩自驾游迷失于野外的，有家里弹力球成精企图半夜杀人的，也有独居姑娘的生日 vlog 惊现变态跟踪狂的。但在最后一集中，编剧又将整个故事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故事。最后一集刚开始，一个人躺在一棵树下缓缓醒来，等等，这不就是第1集里跳进黑洞的小黑吗？看样的小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的，也不清楚自己在哪里。他捡起地上的地图琢磨着，想要走出这片树林。走着走着，突然整个天空开始闪烁，还传来了可怕的嘶吼声。小黑扔下东西就跑，可脚下一滑，跌倒在一个小河边，画面全黑。紧接着又是小黑醒来。这是在 copy 恐怖游轮吗？咱们接着看，小黑再次捡起地图，试图走出去。老婆，咱们家电视怎么回事？怎么一直都在闪啊？我哪知道啊？你看看是不是线接触不好？故事竟然直接进入了第4集弹球的世界。原来之前的小黑一直活在电视里，环境中出现的闪烁也是电视故障造成的，而听见的可怕声音其实是上层世界小黑的说话声。只见这个小黑反复摆弄着线，电视也随之不断闪烁，最终黑屏。小黑对着电视使劲一拍，屏幕亮起，电视里的剧情又从头播放，也就是最开始小黑醒来的部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在不断循环中。气急败坏的小黑指着电视大骂，但此时传来了巨大的震动和响声，难道是楼上有人在打架？镜头再次拉起，一个玩具房子摆在厨房，上一个小黑竟然是玩具房子里的人。新出现的小黑正在挥舞菜刀剁着骨头，小房子也随着震动。而从衣服和胡子来看，这个小黑就是第3集野外里的小黑，而且小黑口中也提到了要和媳妇去自驾游。窗外传来有规律的雷声，镜头一转，此时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本小说，叫做《斩不断的骨头》。之前的雷声其实是小黑的鼓声，而打鼓的正是第2集麻将里的小黑。有人可能会在弹幕里问了，凭啥这么说？你有证据吗？让我们倒回第2集麻将的开场。老婆，那个我刚练完鼓。音乐结尾时，画面又变成一个收音机摆在船头，而船上是第5集的跟踪狂小黑，他把一个姑娘双手绑住扔进了水里。至此，前面5集的小黑全部出场，也将前面的剧情拓展了一下。按照经验来看，接下来要首尾相连，形成一个闭环。果不其然，第1集跳进黑洞的小黑此时正倒在岸边，他喘着粗气看着纸船，也意识到了哪里不对。最后小黑看向镜头，仿佛在和我们说，此时正在看视频的你，是不是其实也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别人的世界中呢？正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所认为的真实世界很可能只不过是别人身边的一本书，一个玩具。而反过来讲，我们身边最普通的一样东西里面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个世界或者是一个文明呢？或许我们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个世界，只是把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统称为未解之谜。刚放在手边的遥控器一转身就没了，明明楼上没人住，但总能听到弹珠掉落的声音。放在口袋里的耳机线再拿出来，永远都会缠绕在一起。宇宙之大，又有谁能琢磨得透呢？看完整个6集怪事屋，偏偏就有一个感受，穷。演员一看就是素人，并没有经过系统专业的表演训练。男主角每一集几乎都留着一样的发型，衣服也都是技术乐队的黑 T。第1集里出现的车也永远是同一辆，这很难让观众们将每个故事区分开。再说说场景，森林中的树永远都是2白漆，时不时还能听到小孩的叫喊声，穿帮的镜头也时有发生。当然，考虑到每集只有800块的成本，还要啥自行车啊？在故事层面上，有些集的创意确实不错，相对于每集只有8分钟的片长，完成度也很高，并且剧中没有第1集的詹姆斯·盖尔，没有国产可怕片标配的女鬼脸，一样能让人看得细思极恐。有人可能会说，偏偏你是不是对这部剧的要求有点低啊？废话，我就是这部剧的投资人，你自己的孩子你不心疼啊？怪事屋的第2季在近期也要上线了，因为一直在干视频，你让我自己去写剧本，我是真没时间，我也只能在前期剧本创意阶段参与，多提供一些新思路，多调整毛病和 bug， 跟着开了几次剧本会下来，我可以向各位打保票，第2季的故事确实比第1季有进步。目前这部剧可谓是一穷二白，没人投资，没有广告，没有任何的盈利，纯粹是靠几个年轻人的创作热情用来发电。当然，我不但发电，我还要给他们发工资。我现在是在用做影视解说获得的收入去支撑这个失败的迷你剧团队，并且每一个影视行业的从业者都有一个电影梦，虽然不知道以后会走到哪一步，但现在也算是曲线救国了。喜欢这部小短剧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怪事屋这个账号，点个赞，投个币支持一下。大家提出的所有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也都会虚心接受。我相信这部剧一定会越办越好的。感谢大家，拜了个拜。